女人第一次不穿内衣来酒吧，旁边的流浪汉就盯上了她。他不仅闻女人身上的体香，还伸出咸猪手抚摸。女人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，而流浪汉则直接搂住了她的肩膀。就在女人不知要怎么办时，突然一声枪响，刚走出酒吧的男人就被爆了。路上的行人开始四处逃窜，酒吧里的人也都吓傻了，纷纷趴在门口观望。短短几十秒，刚刚还繁华的街道就变得空无一人。这时，众人发现男人的身体还在抖动，或许他还有救，但没人愿意出去帮他。男人的鲜血已经流了一地，一名环卫工实在看不下去，他不顾众人的阻拦，一把扯开大门。可刚来到男人身边，又是一发子弹，他也被爆了。这下再也没人敢围在门口，一个个就犹如惊弓之鸟，纷纷找到掩体躲了起来。很久之后，外面也没再出现任何声音，他们大着胆子站起来，接着打开电视，想获取外界的信息。可电视上依旧歌舞升平，没有任何新闻报道这次的枪击事件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，一个大妈惊恐地发现，刚刚的尸体竟凭空消失了，连血迹都被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恐惧感瞬间笼罩了整个酒吧。聪明的店员开始分析起来，他说事情也许没有那么复杂，这应该就是众人的一场梦而已。听到这话，老板娘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。西装男又猜测说，酒吧里可能隐藏着恐怖分子，并且那人还携带着炸弹之类的武器，而官方也不确定具体嫌疑人，所以为了不让其逃走后引爆炸弹，只能封锁消息，然后将出去的人都杀了。人们全都认为这太扯了，但有个眼镜男突然变得神色紧张，还偷偷用脚将自己的包藏了起来，而这诡异的举动刚好被西装男看到，他上前抓住眼镜男，店员趁机把包拿了出来，老板娘一把抢走，打开才发现里面除了衣服，还有一个硬盘。而之所以眼镜男藏它，是因为里面存了很重要的学习资料，他害怕被坏人抢走。女主听后气得抢过硬盘，一把摔在地上，接着几脚就将硬盘踩了个稀巴烂。看着心爱的宝贝毁于一旦，眼镜男怒火中烧，既然包有问题，那这个公文包呢？真是冤家路窄。公文包正是西装男的，众人纷纷看向他。他解释说包里没有炸弹，但是想打开绝对不行。店员想要上前控制他，却被西装男一拳打倒。胡子男看情况不对，直接掏出了手枪。原来他是个退休警察。就在事情陷入僵局时，流浪汉突然上前抢走了公文包。疯疯癫癫的他想都没想，直接打开了锁扣。可没想到蹦出来的竟是一堆女士内衣，真没看出来西装男表面光鲜，内里却如此风骚。就在他尴尬之时，卫生间传来了声响，撞开门一看，有个胖子趴在马桶上一动也不动。众人都不想过去碰他，而女主看他可怜，走过去查看情况，还在他身边找到了一支药剂，并且他还发现胖子的耳朵不断往外流血。与此同时，外面来了一辆警车，从上面下来一群穿着防护服的人员，他们在酒吧门口放下几条轮胎，点燃之后就扬长而去，就好像根本听不到酒吧里人们的求救声。而此时新闻中也在报道，酒吧附近发生了火灾，希望市民们不要前往。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谎言吗？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，而刚刚卫生间里的胖子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他们身后。男人面部浮肿，一脸脓疮，煞白的眼球向外凸起，耳朵里还不断往外渗血。他卖力的喘息，突然身体失去平衡，径直摔在了地上。众人纷纷上前帮忙，可胖子只是大声说了一句别碰他，然后就停止了呼吸。他们翻看胖子的手机，发现这人竟是一名陆军上尉，手机中还有一张防疫人员的照片。这时西装男又开始耸人听闻，他说胖子肯定感染了某种病毒，为了防止病毒扩散，官方才会封锁酒吧，将走出酒吧的人全部干掉。而且胖子临死前说过不要触碰他，说明病毒很有可能是通过接触传播的。而现在酒吧里只有3个人没有碰过胖子，那就是西装男、退休警察还有老板娘。为了不被传染，他们举着枪要求其他5人带着尸体去往地下室。众人不肯，警察就开枪威胁。没办法，这下他们只能躲进地下室。在这个阴暗潮湿、空气稀薄的空间内，胖大妈很快就感到了不适，她拼命地拍打门板想要出去，结果不小心摔倒，还打碎了1箱酒。但也正是因此，眼镜男发现了一个下水道口，打开盖子，里面的臭味扑鼻而来，所有人都避之不及，但唯独流浪汉很是兴奋，他认为从这里可以逃出去，于是他脱掉身上的衣服，拿起一桶油倒在身上当润滑剂，接着就往下钻，但因为洞口太小，刚到腰部他就被卡住了。众人见状纷纷上前帮忙，可他那硕大的胸肌还是成了阻碍，甚至眼镜男用脚踹他肩膀，他都纹丝不动。更令人崩溃的是，他现在就像卡在坑里的萝卜，拔都拔不出来。而就在这时，上面突然传来枪声，他们认为是酒吧的人在自相残杀，刚要出去就听到了很多脚步声，还有喷火器的声音。没多久，棚顶上就冒出浓烟，甚至还能看到火苗。这下本就空气稀薄的地下室，流浪汉还把唯一的通风口堵死了，他们只能用尽全部招数，硬生生将流浪汉拔了出来。
过了很久，上面终于安静了。眼镜男用扫把捅开门板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焦黑，门口还有人在封锁酒吧。他们小心翼翼地爬上来，眼镜男率先从废墟中找到了滚烫的手枪，他不顾疼痛直接藏到了腰间，而女主则在盘子下面找到了没被烧毁的手机，打开短信一看，发现胖子之前在卫生间注射的竟然是疫苗，而他只是注射时间过晚才导致的毒发身亡。他们猜测胖子身上应该还有疫苗，于是就开始搜索他的尸体，发现没有后又来到卫生间，没想到疫苗已经被流浪汉握在了手里。不过疫苗只有4支，但他们是5个人。流浪汉看清了形势，二话不说先给自己来了一针。眼镜男瞬间就急了，冲上去就要打人，结果却被流浪汉按在地上一顿暴打，枪也被抢走了，而疫苗也在争斗中掉进了地下室。大妈一脸得意的捡起，然后他就手滑了，疫苗掉进了下水道，这下彻底完了。众人围在那狭小的洞口前，纷纷将目光盯在了女主身上，因为只有她的身材才有可能钻下去找回疫苗。女人脱掉上衣，男人拿起一桶花生油倒在她身上，接着就开始涂遍她身体的各处，因为只有这样她才有可能钻过这狭小的洞口。女人卖力地往下钻，可臀部还是卡住了，而上面男人的按压使她的皮肤撕裂，已经流出了鲜血。女人痛苦地哀嚎，但男人丝毫没有怜香惜玉，终于下去了一大半，可又被上半身的肉卡住了。此时女人已经疼得面目全非，但在男人的不断鼓励和用力下，好在是有惊无险地掉了下来。在满是粪便的污水中，女人快速游动，成功找到了疫苗。这时上面的眼镜男让她把疫苗绑在电线上，可女人并没打算交给他，因为现在4个人，而疫苗只有3支，女人不信他们会给自己留。没办法，其他人只好找来铁管，准备把洞口砸开。已经注射疫苗的流浪汉也帮忙砸，而女主则趁机把疫苗藏了起来。没多久，男人们已经陆续跳了下来，而胖大妈因为过于肥胖，还是被卡在了中央。好在店员踩着2人肩膀将其拽了下来，而眼镜男却在此时一把将流浪汉拖到水里。他想要夺回手枪，但他根本不是流浪汉的对手。很快2人就消失在水中。突然一声枪响，接着又是一枪，眼镜男游了上来，看来是流浪汉死了，可疫苗还是不够分。眼镜男举枪威胁女主交出疫苗，见女主不敢，他又把枪口对准了店员。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女主不断劝阻，答应带他去拿疫苗。可就在前往的路上，大妈趁着黑暗一把将店员推下水，然后死死摁住他的头。原来他想杀了店员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有活下去的希望。不料慌乱中，眼镜男开了一枪，亮光刚好让他们看到了大妈的行为。这下诡计被识破，大妈知道疫苗肯定没自己的份，但她又不想变成胖子那样，于是她让眼镜男开枪了结了他。可真到了杀人的时候，眼镜男却迟迟不敢开枪。大妈见状，拿过他手里的枪，走到黑暗处。3人心中顿时五味杂陈，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悲哀。最终他们拿到了疫苗，但还没来得及注射，就听到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。循声过去一看，大妈的眼睛上竟放着2枚硬币。正当3人疑惑之时，最后面的店员直接被一棍子敲到了水里。原来流浪汉并没死，他现在已经疯了，一心只想杀了所有人。女主2人疯狂逃窜，流浪汉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但因为有枪伤在，他的行动并不是很快。女主2人看到一个梯子，果断爬了上去，而此时流浪汉已经追了上来，他在后面疯狂敲击着眼镜男。由于过度紧张，女主不小心一脚踩空，疫苗也掉了下去，但她并没理会。爬到出口处，她拼了命的推井盖，可根本就打不开。这时流浪汉上来直接抓住了眼镜男的腿，眼镜男知道自己逃不掉了，于是他做了一次无私的举动，将自己的疫苗递给了女主，然后就随着流浪汉一起掉了下去。污水瞬间被鲜血染红，显然最终整个酒吧只有女主活了下来。她给自己打上疫苗，然后用肩膀顶开井盖，终于爬了上来。女主失魂落魄地走在繁华的大街上，官方还在封锁着酒吧，就像是在灭火一样。更讽刺的是，有个好心人看女主衣冠不整，还给她披上了一件大衣，可没人知道她刚刚经历了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大逃杀。最后我只能说，每个人都衣冠楚楚，每个人也都肮脏不堪，你我都是如此。